这位妇人的情绪非常激动，骂司马颖的时候更是唾沫横飞，满脸的怒容。而仔细一看，楚风则是感觉很是面熟，忽然之间想起在司马颖刚回来的时候，很多司马家的人拍司马颖的马屁，拍得不亦乐乎，简直是没皮没脸到了极致，恬不知耻到了巅峰。但是在司马颖说明来此的原因后，那些人又立刻翻脸，原形毕露之下，对司马颖破口大骂，进行各种侮辱。而这位妇人便是其中的一位代表。这种人简直无耻到了极点，楚风真是想不通，他是哪里来的勇气，竟还好意思辱骂司马颖。司马颖，你不仅是畜生，你还是个小贱人，无比恶毒的小贱人。我们不过是拒绝了让你爷爷安葬我司马家而已，你也不至于这般恶毒的屠杀族人吧？好歹我们也是你的家人，他们也都是你的长辈，你怎忍心杀害他们，并且还不留具全尸？你也未免太恶毒了，你这铁石心肠的小贱人！你……而继续听下去，楚风终于明白了，原来是这妇人的男人先前攻击楚风，但却不自量力的被楚风斩杀，所以暴怒之下的他想替男人讨个公道。不过明知不是楚风对手的他，只能进行辱骂来解他的心头之恨。可不知为何，杀她丈夫的明明是楚风，但她却不敢辱骂楚风，反而是指着司马颖一阵破口大骂。对，骂得好，这司马颖就是个小畜生，简直丧尽天良，天理难容，老天爷应该用雷把他活活劈死。在这个妇人之后，竟又有人开始辱骂司马颖，并且这种辱骂司马颖的人越来越多，一时之间那辱骂声响彻天地，各种犀利的言辞可谓不绝于耳。而楚风注意到，这些破口大骂的大多都是妇人，他们似乎都觉得司马颖很软弱，觉得司马颖好欺负，不敢对他们这些弱女子如何，所以才敢这般羞辱司马颖。而事实上，此刻的司马颖的确是低头不语，只是怀抱自己爷爷的遗骸，哭得越来越伤心。他的眼泪有委屈，有难过，但更多的却是自责与愧疚。很显然，他被这些妇人戳到了痛处，尽管觉得那些人不是他所杀，但却也的确因他而死。这样的司马颖不像是真正的司马颖，但这更说明了这些家人对司马颖来说具有特殊的意义。楚风能够看得出来，司马颖对这些所谓的家人实际上是没感情的，但他之所以会在来到这里后性情大变，变得低调甚至懦弱，就连比他弱的人尽情的辱骂他，他都不敢开口，是默默承受，这定有着原因。而楚风猜测，这个原因多半是他的爷爷，是他的爷爷生前对他说过什么，所以才让司马颖对这些司马家的人这般忍让。你们真是欺人太甚！可司马颖忍让，不代表楚风也会忍让。只见楚风眼中寒芒一闪，无形的涟漪便横扫开来，紧随其后，只听阵阵闷响，如同鞭炮一般连绵炸响。而每一道声音的响起，都有一个人的身体爆炸开来，化成血水。那些死的人都是先前咒骂司马颖的妇人，只不过他们现在都闭上了嘴，因为他们已经死了。唯有一个除外，那便是最开始咒骂司马颖的妇女。此刻她的脸铁青，不仅大汗淋漓，更是浑身颤抖，一边望着楚风，一边向后退去。他知道这一定是楚风做的。你们眼睛瞎吗？杀人的是我楚风，不关司马颖的事，你们骂他做甚？楚风大声呵斥道。可是却没有人敢给予回答，甚至没有人敢与楚风正视，所有人都是低头不语。事到如今，所有人都视楚风如魔鬼，他们敢欺负司马颖，但却没人敢得罪楚风。这个账你们可以算在我楚风的身上，你们想报仇，随时可以来找我，我楚风随时奉陪，但最好别再往司马颖的身上推，否则休怪我不客气。你能听懂我的话吗？那位大婶，楚风看向那位妇人说道。听得懂。妇人点了点头，先前的嚣张已然不在，说话的时候连嘴唇都在颤抖。他真的很怕楚风。听懂了就去死吧。楚风冷漠开口，随后只听砰的一声，那妇人便血肉横飞，化作血水。他并未能幸免于难，因为楚风并未打算放过他。你这个魔鬼！眼见着楚风杀人如杀鸡，心狠手辣，毫不手软。人群之中又传来一声怒喝，只不过这个声音使用了特殊的手段，无法确定究竟是谁呼喊的这句话。想必那位也是心有怒火，但实则是贪生怕死之辈，所以才用这种手段来辱骂楚风。但是他却低估了楚风，这样的手段能够瞒过其他人，但却瞒不过楚风。楚风第一时间便找到了那个辱骂他的人，只见其意念一动，顿时狂风四起，将这广场上的司马家众人吹得连滚带爬。而与此同时，一个年迈的老者也在阵阵惊叫声中挣扎着漂浮而起，并且向楚风缓缓浮来。他便是先前辱骂楚风的人，只不过他刚刚用的少年的声音，可实际上他是一个年迈的老头。由此可见，这个老头也是个无耻之辈。你说我是魔鬼？在那老头靠近后，楚风平静地问道。这个老头起初很是害怕，但是靠近楚风后，似乎有了必死的觉悟，所以他也干脆破罐子破摔，没有求饶，反而用那颤抖的声音愤怒地咆哮道。没错，你就是魔鬼，杀了我司马家这么多人，而且连具全尸都不留。你不是魔鬼是什么？我从未见过你这般冷血的人。听得老者竟敢这般辱骂楚风，司马家众人的脸都绿了，甚至有些人赶紧闭上了眼，不敢再看。他们都觉得以楚风的手段，这老者将会死得很惨。可实际上楚风却并未急着动手，而是眯起双眼淡淡的笑了，笑得很是从容，笑得很是自然。你给我听好了，你们这样肮脏的一家人，我没有屠灭你们全族，就是我的仁慈。说完这句话，楚风身形一转，便带着司马颖飘然离去。至于那位老者，没有了楚风的束缚后，则是扑通一声摔落在地。这一刻，
他如泄了气的皮球，瘫坐在地上，看着楚风与司马颖离去的方向，一动不动，似是为楚风没杀他而庆幸，却也似是为司马家的结局而悲痛。但唯一能够肯定的是，他将永远为楚风的这句话而感到惊恐。没有屠灭你们全族，就是我的仁慈。楚风与司马颖离开了司马山庄，再向借尸联盟前行。二人奔走于空中，速度很快，还是司马颖带路。只不过司马颖却始终闷闷不乐，红着的眼，板着的脸，看上去心事重重。怎么不开心？楚风问道。我知道你做的对，也是为了我。可是他们毕竟是我司马颖说道。可是他们毕竟是你的家人，不管他们如何对你，血缘关系就摆在那里，流淌于血液之中，永不改变。可是对于我来说，我不管他们是不是你的家人，我只知道你是我的朋友，我不会让我的朋友受欺负，不管他欺负我朋友的人是谁。而你司马颖是我楚风的朋友，所以我不管他们是谁，只要他们敢欺负你，我都不会放过他们。楚风抢着说道。听得楚风的话，司马颖愣了愣，随后问道：如果他们不是我的家人，他们这么欺负我，你会怎么做？如果他们不是你的家人，今日之后将再无司马山庄。楚风回道：今日你大开杀戒，其实应该斩草除根，可你没有这样做，便是留下了后患。后患小了可无事，后患大了可无穷。我相信你不会不明白这个道理，可你为何还要放过他们呢？司马颖问道。我杀的人都是对你不利的人，他们该死。我没杀的人心中也怨恨你我，若他们有能力，今日就绝不会放着我们离开，哪怕我们不杀他们的亲人，他们也不会放我们离开。所以说，对敌人仁慈就是对自己残忍。今日我仁慈了，不是因为别的，还是因为你，怕你觉得有亏你失去的爷爷，怕你心中留下心结，怕你无法安度余生。为了避免这些，就算留下后患又如何？何况我楚风也不会将他们放在眼里，若他们有本事，大可以来找我。楚风从容说着，却又勾句属实，乃是他的真实所想。听得楚风的话后，司马颖的小脸顿时愣住了，过了好一会才算缓和过来。这一刻，在他的脸上竟难得的绽放出了一抹微笑，甜美而可人，带有一点点的性感。阳光照耀之下，灿烂无比，春光无限，尤其在那一头红发的衬托下，很美。谢谢你。司马颖没有多说什么，只是这简单的3个字，但在这一刻起，他对楚风的印象已经完全变了。楚风不知道他有没有帮司马颖解开心结，但至少在说了那番话后，司马颖不再一蹶不振，已然恢复了以往的活力。二人一路走来，相处得更为融洽。司马颖以前说话很不留情面，很爱抬扛，直戳痛处，但如今却很好与楚风抬杠，反而爱讲一些有趣的事来调节气氛，逗楚风开心。对于司马颖的变化，楚风自然感受得到，但他也不意外，反而很高兴，因为简单的说，司马颖对楚风更像朋友了，交心的那种。借尸联盟位于联盟领地的中心地带，这是一段遥远的距离。楚风与司马颖想要靠徒步，那是不现实的，所以二人在来到了一座远古传送阵后，便通过远古传送阵进行传送。而经过一段漫长的传送后，他们终于抵达了借尸联盟。此刻，楚风与司马颖身在一座茂密的远古山脉之中。这远古山脉不是很大，至少远不如青木山脉那般好大，但这座山脉内并没有任何宫殿类的建筑，仿佛无人居住，是完好的自然面貌。这里很美，美如仙境，丝毫不比青木山的景观差。而因自然面貌保存完好，那种仙灵之气便更为完整，却远非青木山可比。不过眼下，楚风与司马颖的脚下却有着一座奇异的建筑，这是一个广场，广场不是很大，呈圆形，刻有特殊的纹路，这显然是一座阵法，一座了不起的阵法。楚风目光向下，以天眼视之，许久之后才赞叹道：不愧是借尸联盟，竟建于地底深处，真是超出了我的想象。你看到了？司马颖有些吃惊，不过冰山一角。楚风谦虚地说道。可司马颖还是像看怪物一样看着楚风，说道：你这家伙的眼睛还真是厉害，我真羡慕。羡慕什么？以你的天赋，修炼出我这样的手段不难。楚风说道。希望吧。司马颖笑着说道。他的确是羡慕，可却不嫉妒，因为楚风是他的朋友。就在这时，这座广场之上的符咒纹路突然开始绽放光芒，并且那光芒越来越亮。而在这种变化下，本是封闭的广场竟出现了几道类似结界出口式的阵法。有人出来了。楚风说话之间便闪到了一旁，害怕挡住那出来的人，但司马颖却不为所动，仍是站在原处。果不其然，在那阵法开启后，顿时光芒大盛，而在这光芒下，则有6道身影浮现而出。那光芒挡不住楚风的目光，所以他能够看到，这是6名男子，身穿统一服饰，那是戒灵长袍，皆是金色。这是6名金袍戒灵师，不过在那长袍的腰间还挂着一个令牌，令牌透明如玉，却又很是古朴。透明的中心处刻着2个字：联盟。想必他们就是借尸联盟的人了。而抛开金袍戒灵师的身份不谈，他们的修为也皆是不弱。其中1名4品武王，4名5品武王，还有一位是6品武王。这6名男子年龄都是20几岁，唯有那6品武王年龄稍大一些，应该接近30，但他也是这6名男子之中长相最为英俊的。虽然谈不上冠绝天下，但也算得上是风度翩翩。从他脸上那满满的自信就能看出，他对自己的容貌很是满意。你怎么回事？见到阵法开启还不闪到一旁？你也不怕？当他们6人安稳地踏在广场之后，还不待光芒消退，其中那位修为最弱的4品武王便向司马颖快步行去，并且破口大骂起来。只不过当那光芒消退，当他见到司马颖后，却面色大变，不仅倒退一步，更是有些慌乱，赶忙改口，一脸温和且关心地说道：
司马师妹，原来是你！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你刚刚说什么？要我闪到一旁？那么我若不闪到一旁，又如何？司马颖并未回答那四品武王的问题，而是冷声问道，态度很是强硬，很是霸道。当然不是，我那名男子显然很怕司马颖，吓得结结巴巴，连话都说不完整，不断的冲身后的六品武王使眼色。司马师妹，不要怪他，他也不知道是你在这里，若是知道，他铁定不敢这般。见状，那名六名武王的男子笑盈盈的走了过来，与此同时，故作严肃的对那四品武王说道，还不快向司马师妹道歉认错？司马师妹，对不起，我真的不是诚心的，你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原谅我这一次吧。见状，那位四品武王赶忙双手抱拳，向司马颖鞠躬认错。见到这一幕，楚风便能够看出司马颖在借尸联盟的地位似乎的确不凡，至少在这小辈之中是拥有一定的地位，也难怪他之前那般信誓旦旦的说，倘若楚风与白若晨加入借尸联盟，他保证没人敢欺负他们。既然戴师兄这么说了，那我今日就不与你计较，下次睁开你的狗眼看清楚，然后再说话。司马颖训斥道。是，我记住了，下次一定。那名弟子说道。什么？你还真敢有下次？司马颖柳眉倒竖，冷声喝道。不是这样的，没有下次，再也没有下次，我不敢了，再也不敢了。那男子吓得冷汗连连，再度认错。司马师妹，你看你把他吓的，给我个面子，就放过他吧。这一刻，那姓戴的男子再度说道，今日我给戴师兄这个面子。司马颖妥协道，多谢司马师妹大人大量，多谢戴师兄替小弟解围。见司马颖饶他一次，那人赶忙再度作揖，如大难不死一般，并且在向司马颖认错的同时，他也不短的冲姓戴的男子鞠躬认错，一脸的感激。而对于那四品武王此刻的感激模样，那姓戴的男子更是一脸的得意。在他看来，这是一件非常有面子的事。有面子的不是那四品武王对他如此感激，而是司马颖给了他这个面子，所以他才感觉自己很有面子。不过楚风也注意到，这姓戴的男子虽然一脸得意，但眼睛却几乎没离开过司马颖，并且那目光还有些特别。这家伙多半是对司马颖有意思，因为他还曾看过楚风一眼，并且眼中充满了不善，那种目光就像是在看待敌人、情敌。虽然他那不善的目光很是隐晦，但却被楚风看得清清楚楚。司马师妹，这位是？果不其然，那姓戴的男子看着楚风开口了，只不过他却是满面带笑，表面上对楚风很是和气。戴师兄，给你介绍下，这位是楚风，我在青木领域结识的朋友。楚风，这位是戴叔，借尸联盟的戴师兄。司马颖介绍道。戴叔，听得此名，楚风有些惊讶，这不是动物的名字吗？哈哈，我第一次听见戴师兄的名字，也与你一样的反应。司马颖哈哈大笑道。司马师妹，你第一次听说我的名字，可比楚风兄弟夸张多了。对，你就是像现在这样笑的。这一刻，戴叔显得很尴尬，但却仍在强颜欢笑，并且对楚风解释道，是穿戴的戴，书生的书，并非是那种肚子上长了个袋子的动物。戴师兄，这就是你的不对了，你这名字本来就搞笑，让我们笑笑又如何？你就当做好事了吧。司马颖不以为然，仍是哈哈大笑。过了好一阵，才对楚风说道，楚风，走，我们进去吧。司马颖，我们不是说好我只送你到这里的吗？楚风说道。他知道借尸联盟是司马颖的家，在这里司马颖是绝对安全的，所以楚风送到这里也就放心了，并不打算进借尸联盟。楚风，你真的不打算加入我借尸联盟吗？见状，司马颖很是不甘心，他不愿放楚风离开。你的好意我心领了，不过这个问题我们讨论的够多了，你应该清楚我的想法，就不要勉强了吧。楚风说道。这一路走来，他早就对司马颖说过，他不准备加入借尸联盟，可是马颖却一直劝着楚风。在到达此处之前，司马颖已经不再相劝。楚风以为这丫头妥协了，但现在来看，似乎并非这样。这个丫头太倔强了，果然还未死心。既然这样，我也就不强你所难了。不过我有个礼物要送给你，要去借尸联盟取，你在这里等我，好不好？司马颖突然抓住楚风的手，闪烁着那星光点点的美眸，抿着粉红小嘴，一副楚楚可怜的哀求状。而对于这样一幕，戴叔等人可就惊讶的张大了嘴巴，眼中布满吃惊之色。他们还是第一次看见司马颖表现出如此可人的一面，这实在太令人吃惊了。若是传到借尸联盟，绝对是一个天大的新闻。因为司马颖是什么人，借尸联盟内几乎所有人都知道，这个丫头就是一个蛮不讲理的小辣椒。除了他爷爷和借尸联盟的当家界灵师，他几乎谁都不怕，更从来不会对人服软，连对他的爷爷他都很少撒娇。如今竟然对一个同龄人这般，这绝对是一个爆炸性的大事件，颠覆了所有人对司马颖的认知。不过那五位还好，只是单纯的震惊，可那戴叔的眼神已然变了，那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怒火，正在升腾着。那种眼神简直就像是要吃人，但是他的这种目光也是一闪而过，很快便被他掩藏了下去，装作什么都没有发生过。好吧，快去快回。而见司马颖这般，楚风也是妥协的点了点头。太好了，那你可要等我，千万别走，我马上就回来，一定等我哦。见楚风应下，司马颖很是高兴，自乾坤袋内取出令牌，融入结界之力，那脚下的广场便开始光芒闪烁。司马颖也是在那光芒消失的同时消失不见，显然是通过阵法进入了地底深处的借尸联盟之中。这丫头见司马颖离开，楚风笑着摇了摇头，他的观察力如此之强，自然知道司马颖想要做什么。这丫头可不是简单的去取灵武这么简单，她多半是有办法要挽留楚风。不过不管那是什么办法，
楚风都没兴趣。楚风不想加入借尸联盟，谁都无法改变他的想法。不过司马颖毕竟是他的朋友，若真是要死缠烂打，楚风也很是头疼。所以此刻的楚风并未打算在此等司马颖，为了能够从容离开，他准备不辞而别。诸位师兄，我还有事要就此离开了，望你们与司马颖说一声，今日未能等他，是我楚风不对，日后我会登门拜访，向他赔罪。楚风对戴叔等人说道：“楚风兄弟，你要走，可是司马师妹刚刚不是说要你等他吗？楚风兄弟，你还是等一等吧，就算走，也亲自与司马师妹说一声啊，否则你要我们转告我们，实在是不好交代啊。”是啊，看你与司马师妹很是熟悉，她的性格你应该清楚，还是你自己与她说吧。见楚风竟要离开，那5名男子顿时就慌了，他们很怕司马颖，怕楚风离开后司马颖发怒，将怒火烧到他们身上，所以都纷纷劝楚风不要离开。说实话，看这些人一脸的为难，楚风有些犹豫了。他了解司马颖，以司马颖的性格，很可能会难为这些人。若真是那样，那倒是楚风牵连了他们。你们干什么？这种事轮得到你们插嘴吗？人各有志，楚风兄弟不想留在这里，连司马师妹的面子都不给，你们又何必狗拿耗子，多管闲事？你觉得你们算什么东西？可就在这时，戴叔忽然阴阳怪气的开口了，语气之中不仅酸味十足，更是正面的讽刺起楚风，态度转变之大，与先前的和善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听得戴叔的话后，那5名男子都皆是赶忙闭上了嘴。可以看得出来，虽然他们很怕司马颖，但同时也很怕这戴叔。而对于戴叔的话，楚风只是回以微笑，并未多说什么。因为这戴叔是什么人，楚风早就知道了。他先前之所以对楚风客气，那是因为司马颖在，如今司马颖不在了，他便原形毕露，自然不奇怪。所以楚风也不再多说什么，身形一纵，已然御空而起，转身离去。楚风兄弟，来者是客，我送送你。可就在这时，戴叔却双眼微眯，嘴角带着故意的笑容，飞奔而起，追了上来。见状，楚风也并未拒绝，但也并未理会，而是向远古传送阵的方向飞掠而去。就这样，二人一前一后，相隔不足100米，向远古传送阵飞掠而去。可是就在二人远离山脉之际，那跟在楚风身后的戴叔竟突然眼露凶光，猛然一掌轰出，滚滚武力凝聚之间，化作滚滚巨石向楚风后背砸来。这一击非常突然，并且速度奇快，如此距离之下，楚风几乎无法躲避。这一刻，戴叔的嘴角浮现出了一抹得意的弧度，他觉得楚风必死无疑。可就在那戴叔觉得他此击必中之际，楚风却猛然转身，大袖一挥，一道雷光便化作了一道半月形的弧线，竟将戴叔的攻势全部粉碎，轻松瓦解。而化解戴叔的攻势后，楚风却也并未生气，反而是嘴角带着淡淡的笑意，说道：“终于露出狐狸尾巴了，我看你不应该叫袋鼠，而应该叫废物，敢叫我废物，你真是不知死活！”已经原形毕露的戴叔怒喝一声，便双臂摆动，再度向楚风发动了暴风雨一般的攻击。他的意图已经非常明显，就是要取楚风性命。凶猛的攻击不断袭来，汹涌的涟漪不断炸开。可不管那戴叔施展怎样的手段，却都无法伤及楚风分毫。虽然他的修为不错，并且还在攻击中掺杂了戒灵之术，攻击手段很是特别，甚至可圈可点，但是他的战力真不怎么样，最多也就能与七品武王一战而已。这样的修为，在楚风的面前却是不值一提。可恶，这家伙竟能破我攻势！眼见着自己的攻势皆是无效，想要斩杀楚风的戴叔，在暴怒无比之际，也是有些慌了。感觉大事不妙的他，不再有所保留，只见其双手叠加，随后猛然轰出，武力翻腾，光芒四射，一道火红的光柱夹带着毁灭性的威力，穿透虚空，正面袭来。这并非是寻常的攻击，而是一种禁忌武技，人禁武技，人禁武技，凶猛异常。换作寻常人，哪怕有着应对的能力，但也会小心谨慎。可是楚风却没有，面对那足以洞穿虚空的红色光柱，楚风不闪不躲，也不防御，直到那光柱将要靠近之际，楚风竟挺起胸膛，嘴巴大张，猛然倒吸了一口凉气。刹那间，天地能量随着狂风倒涌而来，就连那红色的光柱也变得扭曲，最终竟被楚风吞入了口中。光柱入口，楚风便猛然闭上了嘴巴，随后只听砰的一声，那光柱竟在楚风的口中炸响。可是就是那样的光柱爆炸之后，楚风竟然完好无损，只是自其嘴角冒出了一道滚滚黑烟。这武技倒是不错，只是在你手中施展而出，着实是糟蹋了他。楚风讽刺地说道。而这一刻，戴叔早已是脸色铁青，双目大睁，眼中布满惊骇之色。他本以为楚风这小小五品武王，他可以轻易抹杀，但却想不到楚风这般强横，不仅破开了他的所有攻势，更是一口吞噬他的禁忌武技，却又毫发无损。这等手段让他又惊又怕。他不是傻子，事到如今已是知道楚风的强大，他并非楚风对手，但哪怕如此，他却也并未退缩，而是故作镇定地说道：“楚风兄弟倒是好身手，难怪能与司马师妹走到一起。不过我要提醒你，司马师妹天资卓越，在借尸联盟，喜欢司马师妹的人可多的是。那些人无论是个人实力，还是身后的背景，都远非你可比。我为你好，劝你离司马师妹远一点，日后不要再来找她了。否则若是让那些家伙知道，没你好果子吃。”说完这些话，戴叔大袖一挥，便从容转身，准备就此离去。等等！见状，楚风开口制止：“我是善意提醒你，不用谢我，快快离去吧。”可是戴叔却并未止步，他脚步连踏，步步生风，眨眼间便奔走数千米，
头也不回的向界尸联盟狂奔而去。这是要逃，可是忽然之间，一道流光一闪而过，楚风便如同鬼魅一般来到了他的面前，封住了他的去路。见楚风速度如此之快，戴叔再度大吃一惊。事到如今，他已完全确定他绝不是楚风的对手，于是一脸和善的说道：“楚风兄弟，你还有事吗？戴叔，你刚刚出手狠辣，分明是要击杀于我，现在却又装作什么都没发生过，想要安然离开。你是拿我楚风当傻子，还是你自己是傻子？”楚风淡淡的说着，嘴角挂着冷冷的笑：“你想怎样？”这一刻，戴叔彻底慌了，先前的淡定已然不在，取而代之的是无尽的惶恐。这里前不着村，后不着店，乃是杀人索命的最佳场所，否则他也不会选择在这里对楚风动杀手。但是现在，二者的身份却发生了戏剧性的转换，本该是杀手的他，竟然转化成了猎物。他怕，非常的怕，发自内心的怕。尽管准确来说，这里还算是界尸联盟的领域，可身为界尸联盟的人，他非常清楚，根本没有人看守这里。假如楚风真的胆大妄为，杀他灭口，那也将无人查到，他将死在这里，被谁所杀都不会有人知道。不想怎样，不过是想让你知道，对我楚风出手该付出怎样的代价。楚风说道：“你敢？你当这里是什么地方？你以为我是什么人？敢在这里动我？别说你休想安然离开，你的家人也将因你受到牵连。”眼见大事不妙，戴叔恶狠狠地威胁道：“想要以界尸联盟恐吓楚风，避免楚风乱来，是吗？那我倒是想看看，动你之后，我是否真的无法安然离开。”此话一落，楚风的双眼开始雷霆闪烁，脸色也是变得冰冷无比。与此同时，磅礴的杀气更是遮天蔽日散发开来，宛如躲在层层乌云中的恶魔一般，将那戴叔团团包围，彻底封锁。不要杀我！感受到楚风的杀气，戴叔被吓得瑟瑟发抖，双腿一颤之际，竟感受到一股热流，裤裆便湿了一片。突然间散发出的骚味，使得楚风眉头微微皱起，随后嘴角露出了一抹看不起的微笑，说道：“看你这点出息！”看到戴叔这个样子，楚风真的没了杀他的念头。别看这货先前的确对楚风动了杀念，但实际上却是个大怂包。这样的人，就算放过他，也不会成为后患，因为他没那个潜力。所以对楚风来说，这种人若是杀了他，反而是便宜了他，倒不如让他活着，然后与他的距离越拉越远，让他意识到他与楚风的差距，让他为今日所为后悔，活在永无止境的恐惧之中。但是他先前杀意之盛，若不是楚风实力强横，他绝对不会放楚风安然离开，恐怕楚风今日真的死在他的手中。所以对于这种人，楚风就算饶他一命，但也不会放他安然离开，必须给予一些教训才行。想到此处，楚风一只手抓住戴叔的衣领，另一只手握成铁拳，对着戴叔的脸色就是一阵狂打。只是轻轻几拳，戴叔便已鼻青脸肿，满脸是血，不仅鼻子被打塌了，不仅门牙被打碎了，就连眼睛也被打瞎了一只。但楚风仍不解气，于是又拳化利爪，抓住戴叔的胳膊，将其一只手咬断。与此同时，猛然一脚踹向了戴叔的右腿，又将他的一条腿给硬生生踹断。饶过我，饶过我，求求你，楚风兄弟，你是我爷爷，你是我祖宗，我求求你了，你放过我吧，不要再打了。只是眨眼之间，戴叔已是遍体鳞伤，但他除了那怪异的惨叫之外，却不敢再说任何狠话，而是如同孙子一般向楚风不断求饶：“滚吧，你楚风爷爷今天高兴，放你一马。”忽然，楚风停手，冷冷地说道：“你真的放我走？”听得楚风要放他走，戴叔也是倍感吃惊，一脸怀疑地看着楚风，不敢相信楚风说的是真的。现在就滚！楚风点了点头，多谢楚风兄弟，多谢楚风兄弟。见楚风点头，戴叔也不管3721，跌跌撞撞，连滚带爬地站起身来，便御空而行，急速地向界尸联盟的方向飞掠而去。戴叔的速度很快，眨眼间便奔跑出了10里之外，回头观望，没有发现楚风的身影后，他便觉得楚风真的放过他了。楚风，你给我等着，待我回到界尸联盟，便找师兄帮忙，让你知道敢打我戴叔究竟是何等下场。这一刻，戴叔咬牙切齿，先前的卑微已然不在，取而代之的是一脸的狰狞。可是就在这时，一股磅礴的结界遮天蔽日的席卷开来，那结界速度极快，眨眼间便超过了戴叔，并且将其封锁在了其中。回头观望，戴叔顿时脸色大变，因为此时此刻楚风已然出现在他的身后，并且同在结界之内。很显然，这结界是楚风布的。而再看那结界，他更是冷汗连连，被吓傻了。他是金袍界灵师，能够看得出眼前的结界有多厉害。以他的实力，用武力无法破，用结界也是无法解，他根本没有办法打破这结界。楚风兄弟，你不能说话不算话呀！此时此刻，戴叔的脸那叫一个难看，他真是哭的心都有了。他搞不清楚楚风到底是打算放他走，还是不打算放他走。反正他感觉自己快被楚风给玩死了。我楚风向来说话算话，说让你走，自然就让你走。不过你这样回去，怎么向你的同门师兄还有界尸联盟的长辈们交代？快快疗伤吧，疗好了伤再回去不迟。楚风笑眯眯地说道。听得此话，戴叔简直都快气炸了。楚风这一图太明显了，这分明就是要戴叔自己把楚风打他的罪证给抹除掉。事到如今，他不得不承认楚风实在太阴险了，但他却也没有任何办法，只得遵从。于是戴叔开始当场服用疗伤圣药，与此同时布置结界阵法，凝聚他那被楚风毁掉的一只眼睛，以及快速修复那被打断的手臂和腿，以及身上的其他伤口。他几乎使出了自己所有的手段，以最快的手段替自己疗伤。
他不敢不快，因为他害怕楚风突然变卦，取他性命。而看着那满身鲜血，只有一条胳膊还有一条腿的戴叔，忙活着为自己疗伤的戴叔，楚风则是微微一笑，盘坐在半空之上，像看戏一样看着这一幕。楚风布置的是双重结界阵，一层是封锁阵法，还有一层是隐藏结界，所以楚风并不担心有人会发现他们，也不担心自己殴打了戴叔的罪行败露，他就是要亲眼看到戴叔这狼狈不堪的模样。糟糕，这股气息！可是忽然之间，楚风神色大变，赶忙将目光投向了界尸联盟的方向。而就在这时，一股强大的能量已是自那边袭来，一声巨响之下，楚风的封锁结界以及隐藏结界皆被摧毁。而当两道结界同时摧毁之后，一道老者的身影也是在那混乱的涟漪之中缓缓地浮现而出。很显然，这结界是他所破。当那涟漪渐渐消散，那位老者的容貌也是渐渐清晰。这是一个老头，鹤发童颜，面容阴冷，他的气息很强，乃是半地境，但到底是何品阶，哪怕是楚风也看不透，乃是真正的深不可测，并且他还是一位界灵师，身穿界灵黄袍。不过这不是重点，重点是他腰间挂着的令牌，那是界尸联盟的令牌，但又与司马颖和戴叔的令牌完全不同。这个令牌与司马火烈的令牌一模一样，这不是简单的弟子令牌，而是当家界灵师的令牌。这下恐怕真的不妙。这一刻，哪怕楚风也是眉头紧皱，开始提心吊胆。在界尸联盟的领地暴打界尸联盟的弟子后，遇到了界尸联盟的当家界灵师，这无论怎么看都不是什么好消息。忽然，这位老者大袖一挥，顿时狂风四起，横扫天际。在此等狂风之下，那弥漫在天地间的能量涟漪也是随之消散。你们在做什么？老者阴冷地看着楚风与戴叔，冷冷地问道：“苗长老，救我，救我呀！”而见到这苗长老，戴叔也不再疗伤，而是赶忙跑到苗长老的身前，一脸委屈地跪了下来。戴叔，你这是怎么弄的？苗长老对戴叔问道。他弄的，全都是他弄的。他叫楚风，是司马师妹在青木领地结识的朋友，是被司马师妹带过来的。本来司马师妹要这楚风等他，可他却执意要离开，我们挽留不住。正所谓来者是客，他既要走，我出于待客之道，就想送他，可却想不到送他途中，他忽然杀意大起，竟因为我与司马师妹关系太好，而想要斩杀于我。我猝不及防，被他偷袭，战力大减，已然不是他的对手。幸亏是苗长老您及时赶到，否则弟子今日非死在这个恶毒的家伙手中。戴叔一脸委屈地说道。而听了他的话后，楚风倍感无言，这戴叔还真是够厚颜无耻的，颠倒是非也就算了，竟把他那无耻的行为全都扣在了楚风的身上，实在太不要脸。戴叔，你所说是真？苗长老看着戴叔，确认地问道。句句属实，还望苗长老替弟子讨回一个公道。戴叔跪地施礼，你起来吧，我界尸联盟的人可不是谁都可以随便动的。苗长老看着楚风，阴冷地说道。多谢长老。而与此同时，戴叔也是站起身来，一脸冷笑地看着楚风，想要亲自看看苗长老是如何惩罚楚风的。可是忽然之间，只见苗长老大袖一挥，一记响亮的耳光便落在了戴叔的脸上。这道耳光极为的用力，竟将戴叔打的在半空之中转了十几圈后才稳了下来，险些没摔到地上去。这一巴掌太狠了，直接把戴叔的侧脸给打变形了。那巨大的掌印并非只是留在了脸皮上，而是印到了骨子里。苗长老，您这一刻，戴叔被打懵了，捂着自己那鲜血直流的侧脸，呆呆地站在原地，有些不知所措。若一切真如你所说，楚风自然当罚，但若其中有假，这该罚的可就是你了。苗长老看着戴叔，冷冷地说道。苗长老，您在说什么？弟子怎么听不懂啊？弟子真的没有骗您。戴叔一脸委屈的解释，还敢狡辩？苗长老冷哼一声，随后大袖一挥，其身旁的空间便微微颤动，那里竟有着一道隐藏结界。不过此刻那道隐藏结界已然化解，化解的同时，一道红发倩影也是浮现而出，竟是司马颖。司马师妹。见到司马颖，戴叔倍感意外，眼中布满了惊恐，而楚风那悬着的心可就落了下来。此事既与司马颖有关，那这位苗长老多半就不是冲着他而来，而是冲着那戴叔来的。果不其然，司马颖出现后，探出小手，对着戴叔的脸就是啪啪啪的一阵大耳光。耳光不解恨，他又对着戴叔一顿拳打脚踹。本已疗伤好了许多的戴叔，在这种情况下又被打得体无完肤，甚至比楚风打得还惨。司马师妹，别打，别打，别打了！无奈之下，戴叔只得苦苦求饶。戴叔，亏我拿你当师兄看，想不到你竟然这么无耻！先前你对楚风的所作所为，我与苗长老都亲眼看到了，你还敢狡辩？你还要不要脸？可司马颖却毫不停手，并且边打边骂，越打越狠。看他那个模样，恨不得将戴叔给活活打死。而听得此话，戴叔顿时面如死灰。这一下，他连开口求饶的都不敢了，只是紧咬牙关，默默地承受着这一切。因为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，他的罪行竟然早已败露。这一刻，他终于明白为何苗长老与司马颖都打他。明白之后，他已无话可说，只能默默地接受惩罚。好了，颖儿，停手吧。终于，那位苗长老开口了。而在苗长老开口后，司马颖又狠狠地捶打了戴叔几下，才肯罢手。戴叔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看在你爷爷的面子上，我不当众批判于你，但我会让你爷爷好好教训你的。回去吧，别在这里丢人现眼了。苗长老冷冷地说道。多谢苗长老，多谢司马师妹。而这一刻，戴叔不敢犹豫，转身便向界尸联盟行去。虽然得以幸免于难，
但他却怎么也开心不起来，因为他知道今日起他的前程已然断送。以苗长老的身份，若想打压他，就如同踩死一只蚂蚁一样，太过容易。楚风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苗爷爷，在界师联盟，除了我爷爷，就属他最疼我了。苗爷爷，他就是楚风，若不是他在司马山庄帮我，莫说影儿保不住我爷爷的遗骸，恐怕影儿也要死在那里了。司马颖开口说道：“影儿，委屈你了，不过你放心，你爷爷的仇，我界师联盟一定会报。”苗长老走过来，心疼地抚摸了一下司马颖的长发，此刻他的脸色虽然不像先前那般阴冷，但依然很不好看。这一刻，楚风才终于明白，这苗长老的脸色为何这般。他不是装的，而是发自内心的。他不是因为楚风和戴叔，而是因为得知司马火烈已然去世，所以才会这般。不过苗长老毕竟是大人物，哪怕心中再痛苦，此刻再悲愤，但却也能够承受。所以在安抚了一下司马颖后，他没有过多的感伤，而是将一切藏在心中，压在心底，很是和善地走到了楚风近前，冲着楚风极为欣赏的一笑，这才说道：“楚风小友真是不简单，不仅战力超凡，能以5品武王轻易制服6品武王，这结界方面的造诣更是少见的厉害。难怪小颖极力要我邀请你加入界师联盟，你这样的好苗子，若是不入我界师联盟，的确是可惜啊。不过正所谓强扭的瓜不甜，老夫我虽然很想楚风小友能够加入我界师联盟，但我也绝对不会为难楚风小友，所以我只问一句，楚风小友可有兴趣加入我界师联盟？”苗长老，多谢您的好意，可楚风毕竟是青木山弟子，恐怕不便加入界师联盟。楚风回道：“这倒不是问题，只要楚风小友愿意，你完全能够以青木山弟子的身份加入我界师联盟。青木山方面，我也会以信函亲自通知你，完全不用担心这些。”苗长老说道：“楚风还不答应？这可是界师联盟针对极强的界灵师才有的待遇，按理来说，你我这样的小辈根本是没希望享受到的。”见状，司马颖赶忙劝道：“可是……”楚风却摇了摇头，抱拳施礼，说道：“长老，多谢您这般看好楚风，不过楚风暂时的确还不想加入界师联盟，我想独自闯荡一番。”哈哈，好，楚风小友只是要想加入我界师联盟了，随时可以来找我，我界师联盟的大门会一直向你敞开。苗长老哈哈一笑，并未因为楚风的拒绝而生气，反而很是理解楚风。随后，楚风又与司马颖和苗长老交谈了一番，这才就此离开。而司马颖与苗长老执意要送楚风到远古传送阵，楚风也并未拒绝，只不过眼睁睁看着楚风进入远古传送阵后，司马颖却是满面的不舍以及无尽的失落。苗爷爷，您为何不留下楚风呢？司马颖有些埋怨地问道。傻丫头，强扭的瓜不甜，这楚风的确是个好苗子，可他志不在此，强行挽留只会让他为难，还不如放他离去。我这样做，你好，我好，他也好，何乐而不为呢？苗长老说道。司马颖长叹一声，脸上的低落情绪并未减缓。傻丫头，别难过了，我倒是有一个好消息。苗长老说道。除非你能让楚风加入界师联盟，否则对我来说没什么算是好消息。司马颖倔强地说道。真的？难道说能够进入破茧成黄阵修炼，对你来说也不算是好事？苗长老笑眯眯地说道。什么破茧成黄阵？苗爷爷，你不是开玩笑的吧？听得此话，司马颖顿时大喜，在一双美丽的大眼睛中闪烁着无比的吃惊。苗爷爷何时骗过你？苗长老淡淡的笑道。哈哈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而这一刻，司马颖更是喜出望外，高兴地跳了起来。别提多美了，这破茧成黄阵是界师联盟内非常厉害的阵法，进入其中修炼，金袍界灵师很可能会成为黄袍界灵师，就算无法成为黄袍界灵师，结界质量以及界灵之术也会全面增强。不过如此厉害的结界阵法，需要耗费无数奇珍异宝，并且还要多位强大的黄袍界灵师，耗费巨大的精力才能催动。总之简单一句话，想要运转这破茧成黄阵，所需要的代价极高，甚至与收获是不成正比的，并且每次运转能够进入其中修炼的人只有10位，多一个都不行。正因如此，从打司马颖记事以来，这所谓的破茧成黄阵就没有开启过，更没有运转过。这10几年来，也没人体验过这破茧成黄阵的玄妙之处。如今，这破茧成黄阵不仅要运转，还允许司马颖进入其中修炼，这自然让司马颖狂喜无比，喜出望外。搞不好他会因为这破茧成黄阵而直接成为黄袍界灵师，这对于如此年轻的他来说，简直是天大的喜事，甚至对界师联盟来说都是天大的喜事。一个像司马颖这般年轻的黄袍界灵师，放眼整个五之圣土，恐怕都难以寻找一个。苗爷爷，这破茧成黄阵怎么突然就开放了呢？高兴之余，司马颖也不忘问起这个关键性的问题。聪明伶俐的他已经猜想到，这破茧成黄阵绝对不会无缘无故的开放，这肯定是有原因的。你这丫头，看来什么都瞒不了你。见状，苗长老再度一笑，随后便缓缓地讲述了一番这破茧成黄阵为何忽然开启的原因。原来就在10日前，界师联盟来了2个神秘人，这2个神秘人皆是身穿黑袍，没人知道他们的实力，只能从声音中听出，一个应该是年迈的老头，另一个应该是年轻的女子。那个年轻的女子也是一位界灵师，而来到界师联盟就是想要领教一下界师联盟的界灵之术。身为堂堂界师联盟，一直觉得自己是整个五之圣土界灵之术最强的势力，竟然有人敢公然挑衅，界师联盟自然要给予一些教训。于是界师联盟便派出了一位界灵之术很是优秀的小辈，
与那名女子切磋戒灵之术。可是那位小辈却败得非常之惨，这让界师联盟的人大为吃惊，不敢再掉以轻心，连续派出了多位界师联盟天才级的小辈出场，可是无一例外，全部惨败。他们都不具备与那女子抗衡的实力。无奈之下，界师联盟派出了界师联盟的当家弟子之一傅飞腾，竟然连傅师兄也出马了。那么结果如何？莫非连他也败了？听得傅飞腾，司马颖很是意外。这傅飞腾非常厉害，结界之术还要在司马颖之上，是界师联盟当之无愧的最强弟子之一。败了，败得很惨。苗长老说道：“竟连傅师兄也败了，那女子竟然这么厉害！”司马颖倍感吃惊，因为苗长老说的不仅仅是败了，而是败得很惨。如果说傅飞腾失败已经令人吃惊的话，那么败得很惨就有些让人无法接受了。这也是情理之中的，因为与飞腾对决的时候，那个女娃娃才亮出了自己真正的本事。她是一位黄袍界灵师。苗长老说道：“什么黄袍界灵师？她的年龄多大，竟能够成为黄袍界灵师？”司马颖的小脸满是震惊，忍不住追问。要知道，黄袍界灵师非同小可，在五之圣土，凡是成为黄袍界灵师的人，无论走到哪里，都会得到人的尊重。而听苗长老所说，那女子应该与他们一样，乃是年轻一辈。一个年轻一辈的黄袍界灵师，这实在是太过惊人了。没有看到她容颜，无法判断她年龄。不过从她的声音判断，那女娃应该与你相差不多，就算大，也大不了多少，最多刚过20而已。苗长老说道：“不是吧？如此年龄，竟然成为了黄袍界灵师！”这一刻，哪怕是司马颖也被吓到了。20岁的黄袍界灵师，五之圣土不是没出现过，可但凡是能够在20岁便成为黄袍界灵师的，都成为了一代响当当的伟大界灵师，几乎是都曾登上过五之圣土界灵师最巅峰的大人物。而在他界师联盟之中，莫说20岁的黄袍界灵师，现如今界师联盟的弟子之中，几乎无人是黄袍界灵师。可现如今，在界师联盟之外，竟出现了一位20岁的黄袍界灵师，这对于界师联盟来说，可不是什么好消息。相反，这是一个天大的坏消息。那后来呢？最后结果如何？我界师联盟就没有一人能够是那个丫头的对手，没有一人能够将她击败吗？司马颖问道。如今我界师联盟的小辈之中，没有黄袍界灵师，自然无人能够胜他。不过为了我界师联盟的颜面，我界师联盟自然不会认栽。在傅飞腾败下阵后，便不再派弟子与其比拼界灵之术，并且找借口说我界师联盟最强的弟子不在联盟之内，约他过段时日再战。而他们也答应了，为了确保下次那女娃娃再来之时，我们能够夺回属于我界师联盟的尊严，所以经过联盟会议，众位当家界灵师的一致同意后，才决定不惜一切代价都要开启破茧成黄阵，并且挑选出我界师联盟如今最有天赋的10位小辈进入其中进行修炼，为的就是希望通过破茧成黄阵，培养出几位黄袍界灵师，能够胜过那个女子，守住我界师联盟的名誉。苗长老说道：“怎么会忽然间多出这么强的人？那么苗长老，您可知道那老者与那女子究竟是何方神圣？会是某个势力派出来砸场子的吗？”司马颖好奇地问道。不知道究竟是何来路，但是他们临行的时候，我界师联盟的李长老倒是曾暗中跟踪过，想要查看一下对方的来路，可不曾想却被对方给甩掉了。苗长老说道。连李长老都被甩掉了。司马颖再度大吃一惊。那李长老是谁？司马颖自然清楚，那李长老不仅是界师联盟的一位当家长老，并且掌握着极为利奥的身法武技，专攻隐藏方面的结界之术。换句话说，这李长老若想跟踪一个人，那个人几乎别想逃脱，因为他不仅有着过人的速度，还能完美的隐藏自己的气息。可是如今连李长老都被甩掉了，这说明什么？这说明那挑战他界师联盟的人非常之强。这一次对方当真是来者不善，他们的确很厉害。女娃娃还好说，毕竟只是黄袍界灵师，抛开天赋不谈，实际上对我界师联盟没有太大的威胁。可那个女娃身后的老头可就不简单了，他的实力深不可测，若真要与我界师联盟为敌，绝对是个棘手的角色。苗长老说道。难道说就一点线索都没有吗？司马颖问道。有，那个老者称呼那个女娃娃为小美。苗长老说道。小美，这是她的名字吗？司马颖问道。并不清楚，不过就算不是名字，也是一个称呼吧。苗长老说道。看来真的很棘手。司马颖喃喃道。是很棘手，不过还有希望，你便是我界师联盟的希望之一。苗长老说道。颖儿绝不辜负苗爷爷以及众位前辈的期望。司马颖信誓旦旦地保证道。在司马颖为那年轻的神秘女子而准备踏入破茧成黄阵时，楚风却也正在马不停蹄地赶路。他的目的地叫做落叶竹林。想当初，楚风在东方海域曾遇到过一道神石，那个神石的主人并不在东方海域，而在五之圣土。那神石的主人叫做红强。当初他曾说过，楚风日后若是踏入五之圣土，可以到落叶竹林来找到他。现如今，经过远古传送阵漫长的传送，又经过一路打探后，楚风终于来到了这所谓的落叶竹林。而当看到那一望无际的竹林后，哪怕是楚风也是不由眼前一亮，感到神清气爽。这落叶竹林内的竹子可不同寻常，几乎颗颗粗如磨盘，高达100米，甚至有的比之通天，高达1000米，真的仿若通天的阶梯一般，竖立在天地之间。并且这竹子并非寻常的竹子，不仅光芒闪闪，更是五颜六色，当真是绚丽无比。在那竹子摆动光芒闪烁间，还会造成漫天竹叶飞落飘洒的错觉，夺人眼球，很是壮观。这便是落叶竹林。果然如罗前辈所说，这里很美，有着难得的美景。楚风感叹道。
当初刚刚进入五之圣土，楚风便想来到这落叶竹林，人生地不熟的他只好向人求助，最终遇到了修为不是很强，但却用尽一生时间游遍大江南北的罗前辈。是罗前辈告诉楚风，五之圣土有界限能量，将这浩瀚的土地切割成多块。也是罗前辈也告诉楚风，五之圣土高手如云，还有最为出名的几大势力，那便是三府四族九市。同样，还是罗前辈告诉楚风，落叶竹林非常之美，可是距离非常遥远，楚风无法短时间内到达。而真正阻隔楚风的，还不只是路途，而是界限能量。现在回首，虽然距离遇到罗前辈并未过去太久，不过1年有余，可是楚风现在却已经来到了落叶竹林。不知道罗前辈若是知道我现在来到了落叶竹林，会作何感想？楚风微微一笑，随后身形一纵，便向那美丽的竹林之海飞掠而去。当楚风距离落叶竹林越来越近之际，他能够感受到，落叶竹林虽然看着美，但却有着一道磅礴的结界，将落叶竹林从天上到地下彻彻底底的封锁。这落叶竹林只可远观，却不可近瞧，唯有特定的入口才能进入，并且此时此刻，有着很多身影出现在楚风的视线内，他们或是飞掠于天际，或是奔走于大地，都在向落叶竹林的入口行去。对于这一幕，楚风也不惊讶，经过一路的打探，他早就知道这落叶竹林并非是一处无人占领的自然景观，相反，这里早就被人占据，并且这里早在3000年之前就有人在这里创建了一个门派，而这个门派的名字就叫做落叶竹林。这落叶竹林虽然传承不过3000年，比起三府、四族、九市这种传承上万年的庞然大物，显得微不足道，甚至只论传承时间，连青木南陵都不如。可是落叶竹林发展得很快，竹林内高手如云，哪怕是在这联盟领地，也是有着不俗的威名，被誉为是除了界势联盟外，联盟领地内最强的几大势力之一。而最近1个月，乃是落叶竹林每年一度招收弟子的日子，所以最近一段时间，几乎联盟领地的各方人物都在向落叶竹林聚集。不过，对于落叶竹林招收到怎样的弟子，或是怎样招收弟子，楚风并不感兴趣。他来落叶竹林可不是想拜入宗门，毕竟连界势联盟的盛情邀请，楚风都拒绝了。对这落叶竹林，楚风自然不会感兴趣。而楚风来到这里的目的只有一个，那就是见红墙。他已经想开了，不管红墙能不能帮到他，他都要见红墙一面。毕竟红墙算是楚风见到的第一位五之圣土的高人，哪怕只是一道神识，可也算是见到了。不管怎样，他都要拜访一下这位前辈，算是完成自己的一个心愿，以及当初的一个约定。什么？你要找红墙长老？一位落叶竹林的弟子看着楚风，冷冷地说道。而因为楚风隐藏了气息的缘故，只是9品5军的他看向楚风的目光中，不仅冰冷，竟还有着一抹深深的不屑与看不起。要问楚风为何要隐藏修为，那是因为经历过界势联盟的邀请事件后，楚风害怕暴露真实的修为，又被这落叶竹林看中。假如他们邀请楚风，楚风自然会拒绝，但他们若放任楚风离去也就罢了，可倘若他们因为楚风拒绝而怀恨在心，做对楚风不利的事，那可就得不偿失了。虽说高调是彰显实力、令人畏惧的手段，可是适当的低调却也是逼不得已之时必须的招数。既然隐藏实力，楚风就预料到了有人会狗眼看人低，所以楚风也不生气，而是掌心一翻，拿出几颗五珠，偷偷的塞给了那位弟子，笑眯眯的说道：“这位师兄，红墙长老可在？你这个兄弟不错嘛，很会办事。”见到五珠，那位弟子赶忙收下，而收下五珠之后，他对楚风的态度也是180度的大转弯，变得殷勤起来。只不过提起这红墙，他也是眉头紧皱，有些为难的说道：“红墙长老的确在落叶竹林，并且还是废林的主事人，不过他老人家据说常年闭关，从不见客。兄弟啊，你想见他老人家，恐怕是没戏了啊。”这样啊，听得此话，楚风不由得感到有些失望。千里迢迢的赶过来，楚风可谓是跨过了大半个联盟领地，单单是在路上就耗费了不少时间，而他为的就是见红墙一面，完成自己的一个心愿。可如今却又见不到人，这说不失望是扯淡。这位兄弟，你若真想见红墙长老，我倒是有一个办法。见楚风一脸失望，那位收了五珠的弟子似是内心过意不去，竟为楚风支起招来。什么办法？楚风问道。你看，现在落叶竹林正在招收弟子，而红墙长老掌管的废林也在招收弟子，刚好招收弟子的要求很低，你若真的想见他，大可以拜入他的废林。废林就那么大，你总有机会见到他的。那位弟子说道。拜入落叶竹林？算了，我并不想加入任何宗门。楚风摇了摇头，谁要你非加入落叶竹林了？你不是只想找红墙长老要？那可以做一个挂名弟子啊。落叶竹林的挂名弟子随时可以离开落叶竹林的。有些人想近距离欣赏我落叶竹林的美景，都是以挂名弟子的头衔混进来的。他们进来后也不修炼，就是游山玩水，带的玩够了，扔掉挂名弟子的头衔，拍拍屁股就走人了，相当潇洒。那位弟子说道。这样做，落叶竹林也允许。楚风有些惊讶，这是默认的。落叶竹林的美需要传播，让谁传播？由自家人传播，不如让外人传播。不过，想要看落叶竹林的美景，也要有一定的实力才行。落叶竹林因为景色的美丽程度，分为彩竹林、金竹林、银竹林、铁竹林、铜竹林和废竹林。彩竹林、金竹林、银竹林为上3林，想要拜入这3林门下，要求极高，哪怕是挂名弟子的考核也是非常苛刻的，没有一定的实力休想进去。而若是有通过考核的实力，就算让他们进去看一看我落叶竹林的美景，好好的游玩一番，又算得了什么呢？长老们根本不在乎，
相反，他们非常乐意让有天赋的人成为落叶竹林的挂名弟子，到落叶竹林内游玩一番。毕竟搞不好多年以后，他们之中的某一位就会成为响当当的高手。这样一来，这挂名弟子也算是一种变相的结交手段了。那位弟子说道：“原来是这样，多谢这位师兄提醒。”楚风颇为感激地对这位弟子抱了抱拳。虽说他开始狗眼看人低，但在收了楚风送他的五株后，的确给楚风提出了有用的建议，算是收钱后也办了人事。这样的人总归是不算太坏，还有可塑性。随后，楚风便想加入废灵，以挂名弟子的身份自己去找红墙。毕竟大老远的来了，他不像白来一趟，哪怕费些周折也是愿意。而经过一番打探后，楚风也是发现这落叶竹林的确如那位弟子所说，分为上三灵和下三灵。上三灵的弟子都非常优秀，想要拜入上三灵可不容易，没有一定的实力和天赋，那就想都别想了。而下三灵的弟子就弱了很多，是上三灵眼中的废物，所以上三灵与下三灵的报名处也都是分隔开的。上三灵人满为患，而下三灵可就悲惨得多。事实上，就算来下三灵的人，大多数也是无法进入上三灵，却仍想拜入落叶竹林，所以才过来的。而此刻，楚风来到了下三灵的报名处，这便是废灵。这一刻，楚风吃惊了，不管铜竹林和铁竹林如何，起码还是多位长老坐镇，可是废灵招收弟子的地方，竟然是一个弟子坐镇，并且这位弟子的实力也不怎么样，是一位九品武军。而看他那沧桑的样子，年岁已然不小，恐怕快要40了。一位40岁的九品武军，这实在有些说不过去了。并且铜竹林与铁竹林那边，不管报名的人天赋和潜力如何，起码还有不少人，无论小朋友还是成年人都有，怎么说也做到了，后继有人，能够传承下去。可是废灵除了那位接待的弟子外，竟空空如也，一个人也没有，当真凄惨得很。这一刻，楚风已经猜想到，这所谓的废灵肯定如其名，是被落叶竹林所抛弃，是被众人所鄙夷的地方。红墙是废灵的主事人，这恐怕不是什么好事。在这种地方当主事人，恐怕他的修为也强不到哪里去。这样的人能帮到楚风吗？显然不能。不过既然已经走到这一步了，楚风自然不会打退堂鼓。他不是见利忘义的人，相反，楚风很重义气，所以不管红墙修为如何，是不是强者，楚风都要进入废灵见红墙一面。所以他先是将自己的修为释放出了一点点，降低到了8品武军的境界，这才径直的走到了那位废灵的弟子的面前，问道：“加入废灵，在你这里报名吗？”那位弟子显然没有预想到会有人加入废灵，对于楚风的到来有些受宠若惊，赶忙热情的说道：“对，是这里，这位兄弟想加入我废灵，我想加入废灵，做一名挂名弟子，不知道在哪里考核？”楚风问道：“不用考核，以兄弟你的资质，无需考核便可进入我废灵。对了，不知兄弟尊姓大名？我在这里给你写上你的名字，你就可以成为我废灵的挂名弟子了。”那位弟子说话之间，拿出了一个卷轴和一支特殊的毛笔，那应该是记录弟子名称的。废灵就是废灵，看他收到一个弟子，那个高兴样，简直快把人家当成祖宗供起来了。就是，不过那个小子也是脑残，看他也就20出头的样子，这个修为就算加入我铁灵也完全可以。真想不通他为何要选择加入废灵。见楚风真的要加入废灵，一时之间各种讽刺的笑声响彻不断。这笑声的来源自然是来自铜陵与铁灵那边。羞辱楚风的是准备加入铜竹林和铁竹林的成年弟子，他们的年龄与楚风差不多，修为自然也就还可以。不过与楚风相比，可就实在太渣了一些，大部分都是武军境，最强的也不过是9品武军而已。不过弟子也就算了，竟然连铜竹林与铁竹林的长老们也是一脸讽刺的笑着，当真是有失长老的威严。而他们敢嘲讽楚风，肯定是觉得楚风真的只是8品武军，所以才敢这般。楚风若是亮出自己那5品武王的真实修为，估计会闪瞎他们的狗眼。毕竟就连铜竹林与铁竹林镇守的那些长老，修为也不过是1品武王到4品武王不等，其中一个实力最强的也只是4品武王，还远不如楚风。所以对于这些废物，楚风懒得理会。毕竟楚风之所以隐藏修为，为的就是避免一些麻烦，所以忍也是没办法的事。这位师兄，我叫做楚风，不知师兄如何称呼？楚风笑着对废灵的9品武军说道。原来是楚风师弟，你叫我理想就可以。理想笑着说道。原来叫楚风，难怪像个疯子一样要入废灵，怎么能这么说呢？他这不是疯子，而更像傻子。也对，只有傻子才会加入废灵。哈哈，可不曾想楚风不理会他们，他们却越来越过分，竟然拿楚风的名字来羞辱楚风。诸位长老，你们的弟子这般羞辱我，你们也不管吗？终于，楚风冷声问道。楚风可以受辱，他能忍，但是姓名却是父母给的，他不容许任何人羞辱这个名字。你们都还未正式成为我落叶竹林的弟子，就算成为我落叶竹林的弟子，也是挂名弟子而已。我们落叶竹林对挂名弟子主张自由，不管那么多的。铜陵的一位长老笑眯眯地说道。原来是主张自由，不管太多。这么说来，那我打他们一顿也无妨个。楚风冷笑着反问道。然而对于楚风的问题，那位长老未直接回答，反而哈哈大笑起来。与此同时，在场的其他长老以及那些羞辱楚风的弟子们也都跟着大笑起来，笑声之中满是嘲讽的意味。你要是能打得过他们，你就打呀，就怕你打不过他们，反而被打，那样一来，丢人的可就是你自己。一阵大笑过后，那位铜陵的长老才开口说道。他这话乃是话中有话，意图非常明显，就是允许楚风打那些羞辱他的人，但同时那些人
也可以打楚风。小傻子，你什么意思？是想打我们？好啊，让我们领教一下你到底有什么本领，竟敢这么嚣张！果不其然，那位统领长老的话音刚落，几位羞辱楚风的人便心领神会的向楚风走了过来，一个个要么就是冷笑连连，要么就是凶神恶煞，一副要好好蹂躏楚风一番的架势。